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这几个礼拜，你们打开手机看到的全是火光。2026年3月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加速期。美国跟以色列的飞弹落在了德黑兰，哈米尼死在了他的官邸。你们在惊讶，在讨论，在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但我今天要问你们，这一切真的是意外吗？如果你从灵性的这个维度来看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，而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是这个投影系统的刷新率在强行提升。旧的权力结构，旧的领袖已经无法承载新的频率了，所以他们必须以一种暴烈的方式退出舞台。哈米尼的死不是一个政治事件，它是一次震荡，它震荡了中东维持了数十年的僵化秩序。你们感到恐惧，是因为你们的小我习惯于稳定的、可预测的旧世界。但是对于流动态的人来说，这个只不过是戏台上的布景倒塌了，后面的真实正在透光。我们来看看近日的金融市场。3月份全球债市蒸发了超过 2.5 兆美元，金价从历史新高闪崩了 24%， 甚至一向被视为避险资产的领域都在这场战争中溃不成军。为什么？科学结构上，这个就是流动性枯竭；灵性结构上，这是宇宙在强制你们断舍离。你们一直以为只要手握着黄金，握着债券，握着那些数字，你就是安全的。这次的金融闪崩就是在打你的脸。它告诉你，在这个维度没有任何固态的东西是永恒的。当伊朗的威胁要炸掉所有购买美债的金融机构的总部的时候，那种恐惧直接切断了金融的信赖，这是一个隐喻。当你的内在还在向外求安全感，你就是把自己的命交给了别人的炸弹。流动态的资产观是什么？不是拥有，而是穿透。当你不执着于任何特定的保值形式，当你的能量与源头对齐，你就是那股创造价值、运用价值的流动，而不是被价值波动割喉的羊群。最近科技界有个有趣的新闻，雷军宣布小米第一款 AI 手机龙虾启动封测。你们在追逐这种更聪明、更高效的工具，这个叫龙虾效应。你们就像龙虾一样，被困在不断加热的科技温水里。AI 正在取代你们的判断力，甚至正在取代你们的感官体验。当一台机器能替你决定什么是美，什么是真，你还剩下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当前世界变化轨迹。外在世界极度复杂，极度暴力，极度高效，而内在世界却在加速枯萎。如果你今天拿着最新款的 AI 手机去关注伊朗的爆炸，去焦虑股市的闪崩，你就是被演算法奴役的干尸。龙虾的手机不会让你觉醒，它只会让你更精准地锁定在幻象里。现在波斯湾的荷姆兹海峡正在全面的封锁，伊朗威胁要关闭这条全球能源的咽喉。从地缘政治看，这个是能源战；从灵性看，这是全球脉轮的堵塞。地球的能量本来是流动的，但是人类的贪婪、恐惧跟对立，在物理世界上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结节。油轮进不来，能源出不去，通膨飙升，这反映了你们每个人的现况。你们的能量也被自己的对立意识给封锁了。
你讨厌那个人，你痛恨那个政权，你害怕那个战争，每一个对抗的念头都是你内在的一艘沉船，把你的生命海峡给堵死。世界现在的混乱是为了要让人看清楚封锁的痛苦。当全世界都因为一条海峡被封锁而窒息的时候，宇宙是在逼我们学会一体性。如果我们不拆除意识中的防御公式，物理世界就会持续演出这种窒息的剧码。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混乱理论。2026年的今天，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区间。以往的经济模型、军事推演，现在全部失效。美国财政部长说，50天的物价上涨换50年的和平。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。为什么科学预测不了现在？因为这个实境的数据已经超载，系统正在自我修正。如果你还试图用逻辑去分析未来，你会疯掉。真正流动的人不用去预测未来，因为他们就是未来。当你处在流动里面，你不必看地图，因为路就在你脚下延伸。当飞弹在德黑兰爆炸的时候，流动的人不会在那里计算得失，而是感受那一刻能量的巨变，随之起舞。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国内爆发的大规模的抗争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街头，烧掉最高领袖的画像。这不仅仅是追求民主，这是一股压抑了数千年的自由意识在喷涌。虽然过程是血腥的，但是这代表了集体意识的皮正在破裂。人类不再愿意接受单一的、权威的、僵化的教条。这场火不仅在烧德黑兰，也在烧你们每个人的心里。你是不是也感觉到，你再也无法忍受你的工作、你的关系、你那虚假的人设？那个就是你内在的伊朗抗议。别去压抑它，让那股真实的渴望燃烧起来。这场火是为了烧掉你的虚假，让你的本体得以流动。现在世界给你们的考验是，在崩溃中你如何站立。1. 放弃安全的幻想。黄金会跌，政府会倒，甚至核能设施都会被攻击。真正安全的是你内在的空性。2. 断开集体恐惧的链接。新闻是喂养恐惧的鸦片。你可以关注时事，但不要成为时事。看到伊朗的硝烟，感觉它，让它流过你，不要让它停在你心里面生锈。3. 拥抱不确定性。如果明天银行关门了，网路断掉，你还能快乐吗？如果你不能，那你从未真正拥有快乐。4. 身体的震荡训练。在这种高压的时期，你们的身体会累积大量的静电，去运动，去流汗，去发出声音。别让战争的频率卡在你的肩膀跟脊椎里面。大家要明白，这场2026年的末日感其实是一次集体大觉醒的催化剂。没有这场剧烈的震荡，人类永远会沉睡在物质的梦境里面。战争是为了摧毁傲慢，金融崩溃是为了摧毁贪婪，科技的威胁是为了找回人性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容易成佛的时代，因为所有的假象都在你面前一件件脱落，真实的虚空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你展现。当哈米尼倒下，当金价闪崩，当 AI 龙虾启动，请你对这一切微笑。这不是嘲笑，而是看穿戏码背后的自在。
你不是台下的观众，你也不是台上的小丑，你就是那个投射出这一切的光。最后，我要对那些还在焦虑的朋友说，别再问世界什么时候恢复正常，正常已经死了。未来的世界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停滞中恐惧的人，一种是在流动中创造的人。这场波斯湾的火是为了煮沸这死水般的世界。请你现在就在这一刻跳进这个沸腾的生命之河，不要抗拒烫，不要害怕沉。当你彻底放松，你会发现这河水竟然是清凉的。现在关掉手机，去感受你当下的生命，去活出那一份不被世界左右的绝对流动。再见。